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工藤孝文医生所著的《改变人生的荷尔蒙控制术》这本书。听到荷尔蒙控制术这个词，大家脑中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？也许很多人会联想到男性荷尔蒙或女性荷尔蒙这类比较熟悉的词汇。不过实际上，人体内的荷尔蒙种类非常多，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。它们在身体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重要角色。据说人体中存在着多达100种以上的荷尔蒙，甚至连确切的种类数目前都还无法完全掌握。虽然荷尔蒙的世界仍有许多未知之处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内容逐渐被揭示出来。而一旦我们正确地理解了荷尔蒙的作用，就能知道要改善健康需要做些什么，要延缓衰老又该采取哪些措施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。第一，早餐要喝这个能大量分泌幸福荷尔蒙和好眠荷尔蒙的神奇习惯。第二，减肥荷尔蒙大量分泌，饭前请喝这种咖啡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早餐要喝这个能大量分泌幸福荷尔蒙和好眠荷尔蒙的神奇习惯。说到荷尔蒙，比较知名的包括多巴胺、血清素和胰岛素等。多巴胺由大脑分泌，血清素则来自大脑和肠道，胰岛素由胰脏分泌。由此可见，荷尔蒙的作用遍布全身，从大脑、肠道到胰脏等多个器官都会受到影响。要想有效利用这些荷尔蒙来改善健康状况，我们就要知道该如何巧妙地调动它们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以一天的生活为主轴，来看看在一天中的哪些时间做哪些事情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操控荷尔蒙。我们从早晨开始，早上起床后，大家通常会做什么呢？书中推荐的起床后首要的事情就是把窗帘拉开，沐浴在阳光下。那么为什么要晒太阳呢？很多人可能听说过，人在睡觉时副交感神经会占主导，副交感神经负责让人放松，因此在睡眠中它占据上风。但清晨到了，该醒来活动了，交感神经就会逐渐变得活跃起来。而交感神经恰好与副交感神经相反，是主导行动模式的自律神经。为了帮助交感神经顺利启动，建议大家在起床后接受阳光照射，因为阳光有刺激交感神经的效果。换句话说，晒太阳有助于切换到行动模式。此外，晒太阳还可以抑制睡眠荷尔蒙褪黑激素的分泌，让大脑清醒过来。这一点也已被证实。同时，晒太阳还能重设体内生物钟，调整我们的节奏。所以，这就是起床后首先应该做的事。接着，在晒完太阳之后要做的事虽然因人而异，但本书中推荐的做法是吃早餐。其中最重要的是摄取足够的色氨酸。色氨酸是制造血清素和褪黑激素的原料。血清素可以带来幸福感，褪黑激素则有助于高质量的睡眠。想要摄取色氨酸，可以在早上喝牛奶、吃鸡蛋或奶酪，也就是要有意识地摄取蛋白质。另外，进食顺序也很重要，建议大家在吃饭时先吃蛋白质类的食物，如鸡蛋、奶酪等，这样可以促进饱腹荷尔蒙，肠促胰岛素的分泌。饱腹荷尔蒙分泌充分，可以帮助我们防止吃得过多。因此，在吃饭时，请务必先从蛋白质开始吃。现在既然提到了血清素，那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物质。在众多的荷尔蒙中，对我们的情绪和生活影响最大、最有名的就是这血清素。准确地说，血清素属于神经传导物质，但它有个别名叫幸福荷尔蒙，因为它与内心的安定与幸福感有着非常深的关联。研究表明，如果血清素能够顺利分泌，我们的幸福感就会提升，情绪也会变得更加积极。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叫色氨酸，这是因为色氨酸是血清素的原材料。您可能听说过睡前喝杯热牛奶有助于入睡这样的说法，不过如果真正去学习一下荷尔蒙的机制，你会发现，与其晚上喝牛奶，不如在早上喝，对睡眠的效果更好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色氨酸会先被转化为血清素，而血清素再进一步转化为名为褪黑激素的荷尔蒙。这个褪黑激素又被称为睡眠荷尔蒙，能够帮助我们获得高质量的睡眠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从色氨酸到血清素，再到褪黑激素，中间必须经历2个阶段的转化，因此色氨酸不会立刻就变成褪黑激素。所以即使您在晚上摄取色氨酸，它也不会马上转化为褪黑激素。褪黑激素的分泌大约是在起床后14到16小时之后开始，所以在早上摄取色氨酸，白天转换为血清素，到了晚上再转化为褪黑激素，这样才是最顺畅的使用荷尔蒙的方法。因此早上喝牛奶摄取色氨酸，就能帮助我们到了晚上准备入睡时，体内已经建立好良好的睡眠状态。请大家务必记住这个早上喝牛奶的小习惯。顺便提一下，色氨酸是蛋白质中的一种必需氨基酸，也就是说它不能由人体自身合成，必须通过饮食摄取。除了牛奶，富含色氨酸的食物还有香蕉、坚果、鸡蛋、大豆制品、肉类和鱼类等等。将这些食物加入早餐中，也能够为良好的睡眠打下基础。请大家注意这一点。早上运动能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，使得促进活动的激素如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被有效分泌。当然并不是要您早上走1个小时，只需要稍微加快走路的节奏，或是不搭电梯，这些小动作就足够了。请有意识地动动身体吧。如果您在早上就改善了血液循环，那么您一天的表现也会因此变得更好。到达办公室后，开始工作，这时重要的是喝1杯咖啡，仅仅喝1杯咖啡就能提升工作时的专注力，因为咖啡中含有的咖啡因可以促进快乐荷尔蒙多巴胺的分泌。所以如果您在工作开始时大口喝下1杯咖啡，就会感到干劲十足，工作效率也会迅速提升。请大家务必试试看喝咖啡的习惯。不过即使您喝了咖啡，干劲满满的工作，也难免会有失败的时候。当人类感受到压力时，交感神经会占主导地位，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也会随之分泌。如果这种皮质醇持续处于高水平，就会对身体带来各种负面影响，比如引发痘痘，导致肌肉分解等。因此我们有必要积极应对皮质醇。为了对抗皮质醇，反过来就需要促进幸福荷尔蒙血清素以及愉悦荷尔蒙多巴胺的分泌，从而激活副交感神经。不过说起来容易，想要主动分泌血清素或多巴胺却并不简单。这个时候，只要抬头或者微笑这样简单的行为，也能促进血清素的分泌。请记住，只要抬头看看，或者露出笑容，就能促进血清素分泌。此外，去一趟厕所，做个小小的重启，或者做做伸展操也非常有效。建议大家亲身实践看看。上午的工作结束后，终于迎来令人开心的午餐时间。建议大家在午餐中摄取味噌汤等大豆制品，因为大豆制品有助于促进野生荷尔蒙脂连素的分泌，这种荷尔蒙具有燃烧脂肪的效果。午餐之后，不妨在午休时间尝试小睡一下，即便不完全躺下，只是打个20分钟的盹，也能提高副交感神经的活性，让身体得到充分休息。哪怕只是闭上眼睛放松，也能达到类似效果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小睡还能让大脑得到休息，进而提高晚上的睡眠质量。也许您听说过午睡会影响晚上睡眠的说法，但只要控制在20分钟左右的适当时间，反而能提升夜间睡眠的质量。因此非常推荐，如果您正处于高压状态，而且环境允许的话，也可以尝试90分钟的午睡。有研究表明，90分钟的午睡可以减少恐惧、悲伤等负面情绪，提升幸福感。当然，若每天都午睡90分钟，可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，因此需要适度控制。但如果您最近感觉压力大、睡眠不足，尝试一次90分钟的午睡也未尝不可。午餐和午睡结束后就要重新投入工作了。
此时推荐大家在工作间隙进行一些简单的肌力训练。您知道肥胖者与瘦子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其实是站立时间的不同。据说平均每天因站立时间不同，热量消耗可以相差350千卡，相当于一块奶油小蛋糕的热量。光是站着就能消耗这么多热量，令人震惊。书中推荐的方法是坐下时故意花7秒慢慢坐下，也就是一种慢速深蹲的动作。这种做法能有效促进肌肉荷尔蒙的分泌，请务必尝试看看。如果可以使用站立办公桌的话，也建议尝试站着办公，因为有研究指出，久坐不仅会加速老化，还可能缩短寿命。因此，即便无法使用站立办公桌，也建议每隔30分钟起身伸展一下身体。接下来讲讲下午茶点心的部分。前面提到，感到紧张和压力时，皮质醇会分泌，这个时候吃一些自己喜欢的零食，可以促进血清素分泌，起到平衡皮质醇的作用。推荐的点心首先是口香糖，光是咀嚼口香糖就能促进血清素的分泌，因此请积极食用。此外，还有高巴的巧克力也很推荐，建议选择可可含量在70%以上的巧克力，这样更有助于减压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在下午2点到3点之间，也就是肥胖荷尔蒙 B1 分泌最少的时间段吃零食，可以有效减少发胖的风险。这一点也请记住。接着我们来看看晚间荷尔蒙的使用方法。首先建议尽量避免参加应酬饮酒聚会，但有些人也许无法推辞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可以在饮酒前吃点酸奶。酸奶有助于分泌抑制食欲的荷尔蒙肠促胰素，同时也促进胰岛素分泌，从而缓和糖分的吸收，并抑制脂肪的吸收。请有意识地先吃点酸奶。当然，最好的方法仍然是不去喝酒会，不摄取酒精。希望大家也能朝这个方向努力。最后，我们来学一下晚上如何更好地利用荷尔蒙。首先，从傍晚开始就要避免摄取咖啡因，因为咖啡因会增加活动性荷尔蒙的分泌，从而降低睡眠质量。因此，建议将咖啡因的摄取限制在中午之前。建议大家可以改为喝一些花草茶来代替咖啡。如果是用冷水泡的绿茶，就不会萃取出咖啡因，反而可以萃取出能提升血清素的茶氨酸，因此非常推荐。如果实在想喝咖啡，也请尽量选择低咖啡因的咖啡。此外，建议在就寝前3小时开始就不要再看手机或电视了。虽然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但要真正实行起来却并不容易。不过，不看手机或电视的这个习惯，不仅可以间接让您提早入睡，还能避免接触蓝光，从而改善入睡困难，提高睡眠质量。哪怕只是从就寝前1小时开始实行，也没关系。再者，从睡前3小时开始，也请有意识地使用间接照明，让房间尽量变暗。光是让房间变暗，就能促进睡眠荷尔蒙褪黑激素的分泌。此外，洗澡和刷牙等也建议尽量在睡前1小时前完成。洗澡时，尽量避免只冲淋浴，而是慢慢泡入浴缸中，通过泡澡温暖下半身，可以促进幸福荷尔蒙血清素的分泌，并且放松身心，还能激活副交感神经，有助于进入睡眠状态。在一天的结束阶段，做一些伸展运动来放松肌肉，听喜欢的音乐，或使用芳香疗法等，也都是非常有效的助眠方式。如果您能确实进行这些睡前准备，困意自然会如期而至，您也就能顺利进入梦乡了。现代人普遍睡眠不足，因此请务必重视睡眠。无论再怎么忙，也请尽可能确保睡眠时间。请记住，每天大约要睡7小时左右，否则难以维持目前的体型。连续几天睡眠不足，会导致饥饿荷尔蒙分泌增加，从而使人更容易想吃垃圾食品，这是一种最糟糕的连锁反应。因此，请务必避免睡眠不足。以上就是活用荷尔蒙的理想一天生活节奏。虽然可能无法完全模仿所有细节，但请从自己能够做到的1-2个点开始尝试。即便如此，
您体内的荷尔蒙平衡也会逐渐改善，并有望获得更加健康的身体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减肥荷尔蒙大量分泌。饭前请喝这种咖啡。书中详细说明了在不同场合下应调动哪些荷尔蒙来发挥效果，但如果要介绍全部内容，会耗费大量时间，因此这里将主要聚焦在与饮食相关的荷尔蒙上。首先，我们要谈的是睡眠与食欲荷尔蒙的话题。您是否有这样的人生困扰呢？每天都尽量均衡饮食，也有进行运动，但却始终瘦不下来。如果您属于这种情况，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睡眠不足。事实上，研究已经发现，体型受睡眠时间以及用餐时间的影响非常大。若睡眠时间短不足，就会导致饱足荷尔蒙下降，饥饿荷尔蒙上升，饱足感降低，饥饿感增加，自然就更容易暴饮暴食。而且，饥饿荷尔蒙的分泌还会让人更倾向于摄取甜食或高热量的垃圾食品。所以，如果您在睡眠不足的日子特别想吃汉堡、披萨或蛋糕，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生理反应。尤其是每晚睡眠时间少于4小时的人，与每天能睡7至9小时的人相比，肥胖风险高出73%，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。因此，长期睡眠不足的人，首先应该专注在改善睡眠这件事情上。另外，饥饿荷尔蒙其实也有好的一面，它的分泌有助于激活线粒体，细胞内负责制造能量的小工厂。线粒体健康，身体就会有返老还童、疲劳恢复的效果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若是由于慢性睡眠不足导致饥饿荷尔蒙过度分泌，这并不是好事。我们应该有意识地通过白天的适度空腹时间来刺激饥饿荷尔蒙分泌，而不是依靠睡眠不足来提升它的水平。此外，通过确保充足的睡眠，还可以有效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。生长激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激素，它能够促进健康的新陈代谢，修复细胞，形成骨骼，分解脂肪等。据说，这种生长激素在入睡后2到3小时的分泌量达到最大。因此，是否拥有高质量的睡眠与生长激素的分泌密切相关。通过提升这种生长激素的分泌，我们可以将体质转变为更容易瘦下来的体质。因此，请务必确保每天有7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，来有效操控生长激素和饥饿荷尔蒙。接下来，针对那些虽然睡眠时间充足，但仍然无法减肥，也难以坚持运动的人，本书还介绍了一种推荐的方法，那就是每天只需喝3杯，无需运动也能瘦下来的魔法饮品，那就是饭前饮用的绿茶豆渣咖啡。有些人在工作繁忙、感到压力大的时候，会通过吃东西来缓解压力。虽然理想状态是均衡饮食并适度运动，但实际上要长期坚持下去是非常困难的，这也是很多人减肥失败的原因。然而，如果放任肥胖不管，就会增加患上生活习惯病以及早逝的风险。因此，即使无法运动，也必须有控制体重的意识。作者研究出了一种秘密方法，那就是能增加瘦身激素的减肥饮品——绿茶豆渣咖啡。作者表示，他将这种绿茶豆渣咖啡推荐给了许多患者。绿茶、豆渣和咖啡的组合，是即使无法运动也能期待减肥效果、提升瘦身激素分泌的最强搭配。绿茶中的儿茶素与咖啡中的绿原酸都被期待具有燃烧脂肪的作用。还有茶儿茶素的茶饮不一定非得是绿茶，也可以是红茶、乌龙茶、焙茶等，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即可。将绿茶和咖啡以1:1的比例调配，再加入豆渣粉即将豆渣打成的粉末混合饮用即可。豆渣粉的量大约是1茶匙即可。豆渣粉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能够提供饱腹感，刺激饱腹中枢。同时，豆渣还富含优质蛋白质，是构成肌肉的好材料。每天3次，在饭前饮用绿茶豆渣咖啡，是一种非常简单、容易坚持的方法。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尝试一下。此外，还有一种植物化学物质，其功能与健康长寿关键激素——脂联素相似，
是一种存在于番茄、猕猴桃、苹果、樱桃、葡萄、甜椒、辣椒等食物中的植物化学成分。它被认为对预防代谢综合征和糖尿病非常有帮助。希望大家也能好好摄取，并努力增加摄取量，比如通过胡萝卜营养汤等方式摄取，或许会非常不错。另外，有一种能增加质连素的汉方药，叫做人参养荣汤。人参养荣汤是一种汉方药，在体力下降或身体状况不佳时使用，其主要成分是高丽人参。此外，还含有养荣汤中的其他成分。它是一种著名的汉方药，能够促进消化系统的功能，将营养输送至身体各个角落。高丽人参具有增强体力、提升身体抵抗力的作用，而这些成分还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，维持全身机能的正常运作，因此它可以帮助改善体力不足、身体不适的状态。而这样一款非常优秀的人参养荣汤中，所含有的成分黄芪已经被发现具有提升质连素水平的效果。汉方药有些种类效力较强，因此不能随便依赖使用。不过，如果目的是为了增加质连素，合理活用人参养荣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温和、日常生活中就能实践的方法来改善身体状态，不妨从这些简单的步骤开始，让身体恢复它原本应有的自愈力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